无双神话不仅被破，还被击落。机动战士高达 Seed Freedom 剧场版设定先行解说。机体型号 ZGMF A262B， 强袭自由高达2世，是第二次 Plant 和地球联合战争结束以后，为应对世界混乱局势投入使用的改进型机体。当时时间已经进入 CE75年，地球联合与 Plant 已经不再是敌对状态，大国之间也就不再付诸武力进行战争。但是整个世界并没有因此进入和平稳定时期，各个国家仍有不少极端分子继续组成兰波斯局进行分裂运动。在这个背景之下，为了维护世界来之不易的和平，由奥部、Plant 和地球联合共同创建了世界维和观察组织 Compass， 专门来应对世界各国发生的独立运动带来的暴乱事件。与此同时，地球联合3大理事国之一的欧亚联盟在政局上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那就是 Foundation 王国脱离欧亚联盟独立，而该王国的政治领袖便是奥拉马哈海贝尔女王。由于与欧亚联盟相邻的国境上常有兰波斯局游击队出没，便于首相奥菲拉姆塔奥向 Compass 组织提出协同作战的请求。以拉克斯为首脑的 Compass 组织便接受了这个提议，接着和基拉一行人前往了 Foundation 王国，在得到女王的接待以后，便开始着手准备协同作战前往平息兰波斯局游击队。特别一提的是，此次作战必须在 Foundation 王国境内，不能越境进入欧亚联盟领土。在做好战前准备后， Foundation 国防大臣修拉塞尔彭坦与基拉率队出击进行作战。不过此次基拉驾驶的机体不是强袭自由高达2世，而是型号为 STTS909 的飞升自由高达。该型机体的研发历程目前还没有公开，但按照官方特点小说《月光的女武神》提供的部分信息来看，该型机体应该是由扎夫特负责研制。当 Compass 组织成立的时候，由伊扎克作为代表负责提供的，包括后来成为 Compass 成员的阿格尼斯·吉本拉特就被安排了负责飞升自由高达的运送任务。由于运送的机体还有不朽正义高达共2架，所以还有1名人员与他一起执行了此次机体运输任务。另1名同行驾驶的人员虽然没有披露，按推测大概率是阿斯兰，而运送之后的相关事情目前同样也没有透露，仅仅主要描述了关于阿格尼斯加入 Compass 之前的经历。然后比起强袭自由高达2世，飞升自由高达更多是在自由高达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新型机，部分技术则引用了强袭自由高达和村雨，但机体动力上没有选择使用和引擎，这个应该是 Compass 组织的要求，目的就是继续宣扬尤尼乌斯7条约的理念，也就是不将核能用于发展作战兵器。另一方面，避免核能机体在全世界执行维和任务时带来的麻烦。毕竟自 CE70年第一次Plant 与地球联合的战争爆发以来，两方阵营已经发生了多次核武和创世纪等攻击事件。在进入 CE75年后，核能兵器仍在刺激着世界各国人民的敏感神经，所以飞升自由高达改用了常规动力。另一个与自由高达差别比较大的地方是，飞升自由高达使用了可变形结构，在转换成 MA 形态后，可有利于提升机体在大气层中飞行的性能。为了保持机体的结构强度和降低改进成本，使用的是简易变形结构方式。外形上比起自由高达明显的变化是多了个机头，而整体作战模式与自由高达相差并不大，主要是对武装上进行了相应更新。安装在机翼位置是2门 MABBF75 型400毫米口径的超级脉冲光束炮，其口径看上去要比自由高达大出许多，而腰部的则是2门 MMIM2020 型毒蛇3型磁轨炮。该炮基于强袭自由高达的紧凑型磁轨炮改进而来，不像自由高达的磁轨炮使用的是可折叠的结构。虽然枪管要比自由高达的短，但在弹丸初速和射击精度这些数据上没有差别。而右手携带的是 MAM727A3 型光束步枪，该枪为了保持一定的持续作战能力，采取了一些降低耗能的措施，使得攻击威力要比核能机体使用的步枪要差一些。剩下的武器是2把近战用的 MAFZ51型 Versina 光束刀，同样也是为了节能，降低了光束刀的输出。防御上机体采用了 VPS 装甲，该型装甲已经经过战争的使用验证，各方面的性能表现得十分成熟稳定。同时手臂上还各安装了 MIX225 型 Invictus 光盾发生器，虽然防护效果不错，能够挡住实弹和光束大多数类型武器的攻击，然而耗能比较高，对于使用常规动力的飞升自由高达造成的压力会比较大。为此还配备了一个实体盾牌，盾牌上还带有槽口，方便 MA 形态时放置右手携带的光束步枪。
在该形态下，机体仍可以使用光束步枪对敌进行攻击，同时盾牌内置了多把光束刃，与盾牌组成了 RQM73型闪刃弓盾系统。除了可以向光束回旋镖进行投掷攻击之外，也可以手持单个光束刃拿来当战术小刀使用。接下来剩余的其他配置，除了驾驶舱改成了视野效果极佳的全景式球形结构之外，飞升自由高达也装备了多重目标火控锁定系统，因此也可以发起全爆发模式进行远距离精确打击，包括 HIMARS 高机动模式也得到了延续使用。最后就是机体头部还有2门近防机炮，口径大小目前位置大概与强袭自由高达使用的31毫米口径一样。这样看下来，基本上飞升自由高达的武装配置足够基拉用来对付兰波斯局的武装，但是在与 Foundation 王国的黑骑士团协同作战展开以后，基拉就像是被人施加了魔咒一样，在追击兰波斯局残党时突然间陷入了暴走的状态，结果就这样突入了欧亚联盟的领土。这个时候与 Compass 组织协同作战的黑骑士团突然调转枪口攻击了基拉等人，一切就像密谋好的一样。黑骑士团不但打了个对方措手不及，自身驾驶的机体性能几乎碾压了基拉等人的机体，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让 Compass 组织失去了战斗力，包括被誉为不沉的战舰大天使号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候，一直没有露面的阿斯兰突然介入，成功挽救了基拉，并有惊无险地逃离了战场。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 Foundation 王国的奥拉马哈海贝尔女王很快栽赃 Compass 组织侵犯他国主权等多个罪名，并制造了拉克斯为此放弃了 Compass 组织的虚假信息，然后以这个事件为契机，向全世界推广了他的命运计划。接着，早已跟 Foundation 王国暗中合作的Plant 国内激进派迅速响应，直接组织军队夺取了月球上的镇魂曲，接着就将炮口瞄准了欧亚联盟的首都莫斯科进行打击，然后向世界各国发出了强烈的威胁信号，如果不遵循 Foundation 王国的命运计划，将会对其进行无差别战略打击。为了阻止 Foundation 王国的命运计划， Compass 组织重新组织力量，准备了新的机体与其展开决战。其中一架机体就是开头提到的强袭自由高达2式，据说这架机体并不是基拉2年前驾驶的强袭自由高达，而是经过奥布修复改进后的机体。按照新发布的官方剧场版小说所提供的信息，原先的强袭自由高达在半年以前发生的一场抢夺高达恐怖袭击的事件当中，据说是在平息恐怖袭击的过程当中，不幸被黑骑士团击落，从此无伤的神话就此被打破。不过这个机体到底是不是强袭自由高达，目前还没有定数。书中仅只是提了自由抢夺事件，没有明确机体是不是强袭自由高达，所以强袭自由高达自弥赛亚战役结束以后的经历目前还不清晰。不过有一点比较确定的是，基拉在见到强袭自由高达2式时显得就比较吃惊，似乎对强袭自由高达2式的情况不是很知情，这与开发强袭自由高达时全程参与的情况完全不同。甚至他和艾伯特海因莱因花了很长时间调试的荣耀捍卫者背包，一直是按飞升自由高达作为平台准备使用的。这里顺便一提，飞升自由高达 HG 说明书也是明确了可以装备荣耀捍卫者背包，因此荣耀捍卫者并不是强袭自由高达2式专用。然后就是关于强袭自由高达2式的主要变化，首先是肩膀和腰部裙甲的部件在外形上进行了优化，收纳光束件和磁轨炮的连接部件也进行了更改，手臂上的光盾发生器和手腕位置的外形也有所变化，剩下的是在脚后跟之上的位置增加了喷口。当手持光束件进行作战的时候，原先会将磁轨炮挪到后腰的方式，在强袭自由高达2式上改成了并排的方式，并且在左腰的位置新增携带一把大威力光束步枪。新增的这把枪不是强袭自由高达2式专用，之后命运高达2式出击时也有携带，估计是扎夫特开发使用的新型制式步枪。按扎夫特的标准，该枪应该使用的是弹匣功能的方式来满足常规动力的机型装备使用。虽然剧中没有明确说强袭自由高达2式在动力上是否为核能，但考虑到机体型号里仍带有 A 字母，按照机体型号的命名习惯来看，强袭自由高达2式的动力为核能应该是比较确定的。而剩下的变化就是磁轨炮和光束件的剑柄在细节上都有不同的差异，武器上是否有具体改动目前不得而知。真正发生重大变化的地方
是在机体在装备了荣耀捍卫者背包之后，这个时候背包直接就使机体具备了之前所没有的强大能力，于是强袭自由高达2世就改称为非凡强袭自由高达，机体型号则变成了 ZGMFA262。PDP。 还有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手持的近战武器在剧中有发生改变，其中一把变成了实体日式刀剑。虽然与光束剑同样十分锋利，能够发挥出巨大的破坏力，但具体作用和功能目前不详。之前仅有扎夫特的金恩高速机动2型有装备同类型的实体日式刀剑，其攻击性能与光束剑一致，能够劈开大部分机体的装甲，给予致命伤害。接下来，当荣耀捍卫者展开闪烁金黄的羽翼后，还会在机体周围形成一种类似立场的防护罩，这个防护罩可以直接抵挡光束和实弹等高密集的攻击，而且是在各个方向上无死角进行防御，看起来就像是绝对领域一样无法撼动。在决战的最后时刻，拉克斯进入非凡强袭自由高达的驾驶舱后，与基拉一起还展示了荣耀捍卫者强大的态势感知能力，可以将周围视距之内各个大大小小的作战单元在一瞬间完成精确锁定爆破，整个过程看起来就像是积攒了很多的能量突然释放了一样，而爆发出来的能量就像是漫天布满了雷电，然后将锁定的大大小小各种目标全部击毁。可以说这招至少摧毁了对方整个舰队的规模，从而奠定了整个战局。然而这还不是非凡强袭自由高达的全部能力，此时遭到重创的黑骑士团仍在垂死挣扎，动用自己所属的3艘战舰在弥赛亚要塞残骸背面发动饱和攻击。这个时候，在非凡强袭自由高达的微型天线额头位置露出了一个小型基座，接着在所有人都没有察觉的一瞬间，连同弥赛亚要塞残骸在内，将3艘战舰直接劈开了2半，直接出奇制胜，从而将对手彻底打败。在战斗结束了以后，这场由 Foundation 王国引发的动乱便迎来了结局，而这其中牵扯到的机体信息和各个事件中的谜团，也将在后续比较漫长的时间内逐步解开。